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今天我们要开箱。最近是过敏的高峰期，因为清明节到了，也就是我们的换季的时刻到了，所有的过敏儿在这段时间都会非常的痛苦。那加上现在疫情的关系呢，人心惶惶嘛，大家都会对于有流鼻水、咳嗽、打喷嚏的人都特别的害怕。但是我们本身呢，我们并不想要生病，而且我们没有生病，所以如果今天看到有人看起来很辛苦的在打着喷嚏，然后流着鼻水，但是还是戴着口罩，不想要影响他人的话，请给他一个温暖的眼神，好吗？一个已经在路上跟在 Uber 还有高铁上受尽了人的脸色的我，在此向大家呼吁，对过敏的朋友们友善一点，所有过敏的朋友也要坚强下去哦。那今天要开箱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之前在 FB 上看到的，但是这个是在我发誓说我在买 FB 的东西就舔脚趾之前我就买了，所以我不用舔吧。那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个自动洗刷具及自动刷具清洁机，我也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但我觉得看这个外包装，我有一个浓浓的翻车味飘出来。大家知道女生就是会化妆，为了化妆衍生出了很多工具，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刷具。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刷具有哪些好了，我有这一杯跟我平常外出过夜的时候会用的这个套组。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不常洗刷具的人。这个不常呢是有多不常？就是自从我搬过来以后，我就没有清洗过它了。超糟糕的，大家不要跟我一样。而且重点是我皮肤还过敏，因为最近戴口罩的关系，所以我的粉刺就变多了。然后我心里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明明每天都很努力在清洁它，但是怎么感觉好像就是会累积粉刺？我平常都会怪罪在我的口罩上，但是我渐渐的发现，我的刷具真是太脏了。就趁这个机会，我在 FB 上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趁这个机会，我要把所有的刷具洗干净，然后看看它有没有用。那在这之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刷具到底有多脏。而且其实装在杯子里的坏处就是它会积灰尘。那我说我搬过来都没有洗，就表示之前的灰尘累积到现在都还在。我在用之前呢，我会为了心安，然后我就会这样子，然后再卫生纸这样子。我会这样子，觉得好像这样就干净了。我觉得我现在摸它都还觉得黏黏的。你看我的刷具有多脏，你看它有多脏。那它原本是里面这个黑色，外面这个灰色，而且我摸起来还黏黏的。哎呀，这是我平常刷蜜粉或者是粉饼的时候做定妆用的。然后我的腮红，然后我用完之后呢，我也是心安的这样甩，然后在卫生纸上抹一抹，我就觉得好像干净了。再加上我本身又是一个不常化妆，我只有在拍片跟出门工作的时候会化妆，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一个礼拜里面我需要化妆的时间可能只有3到4天，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那么不常用，我应该就不用常洗吧。超级的一个大错误观念，这个已经算是我很不常用的。天哪，我每支摸起来都黏黏的，好恶心哦！这4支都是我底妆刷，上面的底妆全部都还在，而且这一支整个硬掉你看，因为它硬掉的时候就很少用它，但是因为化妆品是香的，所以它们都不会臭。那我们就先来帮它做一个开箱，这一盒是长这样的，它叫 Cleaner， 就是一个自动洗刷具的机器。然后呢，它其实是长这样的。其实我是看了广告之后，我再多方的去比对，我才买它的，所以我觉得不算是一时的冲动，只有一点点。英文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然后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其实它很大比我想象的大很多。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架子，这应该是拿来最后烘干用的。然后再来呢，我们把这一碗东西，这很像鱼缸如果之后没用很烂，我至少也可以拿它来养豆鱼。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抓笔的，你可以把笔插在对应的大小的，就是它是拿来抓这个笔的。然后呢，这个是用来接主机的，当然这就是清洗的本体。我的凹一个洞这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它凹一个洞？它本身就应该凹一个洞吗？它是很硬的，推不回去的，应该是真的，因为我摸到另外一边也有。好啦，它两边都有凹洞，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要这样抓吗？谁的手这么大？再来就看到它的主机的部分，它的主机就是一根长这样的棒子。我买的是玫瑰金殊不知它所有的东西里面唯一跟玫瑰金有关的只有这一块，还有这一颗啦，其他都不是玫瑰金，都只是这种鲑鱼粉。那总之这就是所有的东西。总之这台机器的原理呢，就是它下去的时候会快速的转动。我们现在装电池。
好，我随便拿一支刷子来，我觉得拿这支有点危险。然后呢，它就是这样子把它组起来。这个碗里面装水，然后你把它这样下去，然后按，它就会在里面转，然后转。以后你再拉起来，再转，它就是烘干。这样子大家根本都看不懂。我们去装水吧。OK， 我们现在前面有我们所有要洗的刷具了，然后我这个水也装好了。我今天使用的呢就是这个大创的，对，因为它本身有可以一起购买的刷具清洁液，但是我想说，那如果洗得很干净，有可能是那个刷具清洁液厉害，不是这个机器厉害，所以我决定用一个最便宜但是 CP 值也还不错的一个清洁液来试试看。好，那我们就大概倒个半瓶。这样子洗完一次，然后我再用清水洗一遍，应该就可以了。那我想先从最大把的开始洗，最大把的就是这个，这个是我很久以前有合作过一个 Lab Square 的刷具组，然后这是它最大支的，它的毛就是真的很舒服，所以我一直都超爱用这支的，我没有再买过任何大支的蜜粉刷，就是因为我一直用这个，我就觉得很棒。它其实没有很 fit 这一个东西，所以我必须要再找一个可以包容它的。我想我们就用卫生纸。用卫生纸帮它制造一点厚度，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插起来。那我们试转看看，哇，好凉哦！我们就伸进去洗喽，开洗。好像大把的刷子它会比较，哇，因为我刚刚碰到底了，所以它就没有转的那么用力，哇！好疗愈哦，好疗愈，好像在做料理哦，好像在用打蛋器哦。好，那我们在水里洗过一遍之后呢，就在空中把刷子放在空中甩，然后甩到它感觉干了之后就可以拿出来。它是号称可以甩干啦，但是它其实没有洗得到超干净哎。它现在看起来呢是干净了不少，但是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残留，所以等一下再用清水洗一次看看。而且他说甩干，其实它没有甩干，它是有点像衣服脱水，但是它其实还是湿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比我们自己洗甩干跟用毛巾按干的那个干还要更干。而且大家看到这个水已经变成橘红色了，就是我平常在用的那个粉的颜色。这烘干的感觉也超酷的。OK， 我洗了第二遍了，一样它上面会还是有一点点小粉尘，但是我觉得它洗得很干净哎。我们第一支就洗到这里，第二支呢，它是一个套组，它是 Real Technique 的，它是一个旅行套组，然后有附一个笔袋，它的笔袋是长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上次去芬兰的时候买的，然后我就觉得，然后这个颜色好疗愈，好讨喜哦，我就买了。然后后来我出门玩，我也都是用这个，所以这个使用的时间应该是最短，所以它应该是最不脏的。那我们一样把它装起来。这两个这么大的我根本用不到，这应该是给那种就是很短很矮的那种刷子用的。来洗洗看哦。哇，这真的是超疗愈的，你看哦。是不是感觉很疗愈？可是感觉那个水都没有碰到那个刷子，因为那刷子会把水转开。它到底有没有碰到那个刷子啊？我觉得我拿这么好的刷子这样玩其实不太好，但是我自己洗我可能也不是太温柔的一个人。那我们就把它拿起来甩干哦，甩干感觉超酷的啦。然后手就这样稍微顺一顺，然后你看到它上面还是，当然是比刚刚干净许多，但是上面还是有粉红色的东西。它原本应该是都是这样白的，但是有点粉粉的，是不是大刷子本身就比较难洗干净？还是其实是水太脏？哦，这真的好好玩哦！它到底有没有沾到水啊？我觉得它每次转起来的时候就把水甩开了啊，它真的有转到水吗？然后你看拿起来就不像刚刚那个有把水甩下来的感觉。哦，洗了第二遍之后变超干净，就完全没有粉红色的东西了。然后你就是手再把这个毛梳一梳。它其实不太会让你的刷子旁边有毛刺出来。OK， 第三支，这支是我人生第一支刷子，它是 Rosy Rosa 的 BB 双刷。因为我以前刚开始接触化妆的时候，我就是用 BB 霜跟 CC 霜，所以这个上 BB 霜，这超脏的，上面还有毛。我后来也会拿它上一些防晒的类底妆的东西，但是粉底液我就不太会用它了。这一开始的样子，其实它不脏啊，对不对？它
本来就是粉红色的啊。然后你看它有这种细孔的可以用，它是斜的，我还没有用过斜的。我在努力想要让它碰到水，但是它一碰到水就会把水弹开，把它放低一点，好让它接触底部，把它拉起来，烘干。哦，我这次擦的超直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位移耶，看起来就像没在动。好，拿起来看，对啊，它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吧，就粉红色，但其实刚刚有一点咖啡色，看起来是蛮干净的，我就不用洗第二遍了。我们等一下用清水再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下一支这个呢，就是我之前有工商过的 Solon 的底妆刷，它是跟 Hello Kitty 联名的。然后我是因为觉得这支刷子用来刷粉底超好刷，这两个对我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都很好用。它们都脏到就是旁边生毛，你知道吗？但是它其实不是太常用，所以它应该也不算是太脏吧。好好玩哦！但我如果每一支都介绍了这么详细的话，好像今天的影片就会超长。好，刚刚的粉底的部分已经完全被洗掉了，变得非常的白，非常白净，完全没有任何的底妆残留在上面了。好，接下来算是我们的底妆的大魔王，就是我以前最常用，但是我停用之后我也没有洗过它的这支，这应该是 Shiseido 那支超有名的什么301还是什么编号多少的，我会放在荧幕上。而且重点是它其实超难洗的，因为它的毛非常的紧密，所以它才可以把底妆刷得很贴平。所以它用了一阵子之后，它就会变得很脏很恶心。它不像是这一种底妆刷，它可以刷心安，就是在卫生纸上这样刷心安。这个东西它就算在卫生纸上这样刷心安，你还是觉得不心安。好，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位魔王级的。哇，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它只能包这样一点点。哦，好像还可以，好像可以。好，我伸到水里咯，大魔王 Go！ 大魔王下去，这水应该，哦，好像还好。现在已经完全是粉底的颜色了。我感觉它的这个间隙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脏脏的感觉。我们再洗一次。而且这个就已经完全甩不干了，它摸起来就是湿的。感觉它还是一根一根的啊，就像是头发很油的那种一根一根。这个真的很难洗，我们等一下等用清水之后，我们再看情况怎么样。好，底妆的部分最后一个也是 Lab Square 的，它是我以前拿来上眼下的遮瑕的。我最近的底妆跟遮瑕全部都是 Beauty Blender 完成的，所以他们其实都被放置了一段时间。那我干嘛买刷具？我买 Beauty Blender 就好。但是因为 Beauty Blender 最近被猫咪咬破了。但是因为 Lab Square 他们的握感都是这种防滑材质，跟 Real Technique 的下面的这个摸起来一样，放久了之后这边就黏黏，然后会沾很多灰尘上去，超恶心。洗刷具其实应该是连饼一起洗。这个以前拿来上眼下遮瑕超好用的。这个就整个黑到发亮超干净，不开玩笑，毛越少的一定洗得越干净。底妆到现在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精彩的粉类。OK， 我们再换一次水，在粉底换水前给你们看一下，它现在已经是跟我肤色完全是一样的颜色真的就是粉底。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拿到一个瑕疵品吗？你看它每一个上面都会标说它是几 mm 的，然后每一个几乎都不一样。但是我刚刚想说为什么它没有在中间值一点的？它从这个大小直接就跳到这么小，完全没有一个中间值。然后我刚刚想要把它就是全部装上这个底座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这么大的底座，然后没有任何一支可以符合它的大小，其他全部都符合哦，边边都是完美的。才发现我手上有2个一样的耶，莫非我拿到了一个瑕疵品？有2个一样孔径的，怎么可以？再来是我们的底妆部分，那我们就一样再加一次。洗这一次我就可以把这一瓶用完。OK， 再来是我们也是 Lab Square 的腮红刷，这支我很爱。腮红其实看不太出来，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白白的，然后里面很黑，那个白白的就是我的腮红刷。然后它一样握把摸起来黏黏的。水开始喷出来了，它没有擦直，它的杆子就会乱动。我有没有一个红红粉粉的液体就这样出现了？好，那我们把它甩干。疗愈。哇！
整个黑了，干净。这种比较松散的刷子就很轻易的可以洗得很干净。下一个也是腮红刷，这个腮红刷呢，它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它一样很好用。我觉得这2种对我来说都很好用。这个就是这样子上。这个就是这样子上，它们的手感对我来说差不多，只是这个外出用的时候非常方便，因为它就是转转，然后很快就可以上好。这个是 Solon， 也是 Hello Kitty 系列的，但这是外出用，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干净。呜呼，没有水干，可以看到它已经是真的很干净，是真的哦。你看，厉害厉害。再来下一位是，这支是 Real Technique 里面的其中一支，然后它是拿来刷比较小范围的修容或是腮红之类的。我超级少用到它，因为它的 size 我真的不知道它可以干什么。来试试。就是其实没什么两样，它原本就蛮干净的，只有一点点腮红在上面。下一位超快被带过，下一位也是 Solon Hello Kitty 系列，然后这支是鼻影刷，但是我也超少用的它，我把它拆开来，我想说我应该很常会刷到鼻影，殊不知我就买了之前那个16 brand 的那个刷鼻影的那个很快，它就几乎被我打入冷宫，真是坏心的皇上。哦，小支的就完全激不起水花，好好玩哦！甩干。基本上就没什么差，就是长这样，能怎样呢？修容系列过去了，再来是我们的眼影系列，但是因为修容系列它没有让我的水看起来很脏，还是其实很脏，其实很脏就是腮红的那个粉红色，但是我真的觉得再换水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接下来一定超脏。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还有一支，这个是 Lab Square 的遮瑕刷，这是我之前超常用的，因为我黑眼圈很重，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小范围的遮瑕去把它修得很整齐。所以如果今天必须要参加活动，自己妆发的话，这支可以把眼下遮得非常的干净，就像是没有黑眼圈一样。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个好的遮瑕膏，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洗之前很脏，因为我把它拿来遮瑕之后就没有洗过它，超脏的，赶快洗一洗。这么小的，好像完全就是激不起任何水花了，但它也甩不太干它的毛是超级紧密，它之所以可以把遮瑕上的这么好，就是它毛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我觉得它洗不太干净是有原因的。我们把它对着那个底部来刷，好，但它没办法甩掉上面的泡泡，我发现这是一个 bug。然后洗完之后呢，我感觉是很干净，但是因为它的毛太紧密了，所以接近毛根部的这个它洗不到。再来也是 Lab Square 我最爱用，我到现在还疯狂的使用的一支眼影刷，它超级脏，赶快把它们洗一洗。这支我真的超爱用的，就是也是他们4件组里面的其中一支。这个都用好几年哦，这都大概4年了。看我之前什么时候 PO 的，这很久很久，但是我到现在我都还在用它上眼影，因为它真的好好用，就它的大小也刚刚好。整个干净了耶，是真的干净吗？但是一样，它根部那个舒展不开来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脏啦。我们再把它泡进去一次。有没有？变超干净的，洗第2次之后，整个真的是超干净。这个应该是不会破坏到刷子。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爱护自己的刷子的话，我觉得不要用这台，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造成刷子的表皮的漆脱落。再来呢，就是我出门使用的眼影刷是 Real Technique 的这个，那它也是很少使用，那我几乎都是橘色眼影跟粉色眼影居多，它的头就是橘色跟粉色，非常的合理。下面的水好像已经开始从粉红色开始进化成一些超脏的颜色了，哇，变超干净的啦！这就很明显因为你看它变白的了，它原本就是白色的，然后完全就是干干净净，就已经没有什么眼影残留在上面了耶，这厉害了。再来是我把它拆开用，但发现它没有那么好用的 Solon 的这个扁的眼影的笔，那它根本也是没用过几次，意思一下洗一下好。小刷子洗起来就疗愈感大打折好，
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差，原本就挺干净的。我觉得它没这么好用的是因为它真的是太扁了，然后毛偏硬，就是跟 Left Square 这支笔来说，因为这支的毛就是它的笔头比较大，可以接触到的面积也比较大，它侧过来之后笔头会变小，所以它又可以用小范围的上色，所以这支真的是大爱欸。然后这支就普通，再来也是收拢的，然后又是更扁，这是我想要用眼影画眼线的时候会用它，但是也是几乎没有用过，大概只用了2、3次吧，我们意思一下。最后面我都很少用了，而且这个到底有没有办法？这连水都水不干吧？这太扁了啦！而且这个毛真的超级短，不要浪费时间在它身上。最后一支是我们的 Etude House 的这个 Brush 351啦，好不好？这是用来刷眉毛的眉刷，但是我好像之前洗过它1次，但是我就没有再用它了。这样还要洗吗？它其实根本就超干净的，意思，就一直。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刷子都用过1次了哦。我觉得它真的有很高的几率会伤害到你的刷子。好，我们接下来就用清水把它们全部都洗一次。这是刚刚洗完所有的粉类跟腮红修容跟所有的眼影之后的颜色，这已经超越肤色了，这就是一个混杂的泥土。OK， 我们现在又换成了清水。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刷具都放到清水里面再洗一遍，最大把的应该可以洗。我要开始把刚刚上面残留的一些东西洗下来，水干。哇，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刷子这么干净过，真的是很干净耶。在讲什么废话？然后你洗完之后啊，就这样子顺一顺，把自己的笔顺一顺之后呢，放回它这个架子上面啊，做一个晾干的动作。它这个架子给你，就是最后它收纳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整组放在这，然后包含你刚刚洗过的笔。继续，有了。超级干净，真的不开玩笑，整个是白的耶！哇，帕尼好可爱哦！用水洗过，整个是疗愈的干净哎。但是你看，我们洗到第3支，就是上面残留的那个下来，还是这样子白白脏脏的。我们再去换一个水好了。OK， 继续。为什么换一个挡在前面？刚刚是阿爸，然后现在是欧拉，是怎样？这个大爆喷呢！哇，结果这个水也脏脏的了，但是真的很干净呢！它绝对是没有甩到干，但是它真的是有让它比较干净，舒服，爽。再来是这一支，这是我觉得它下去应该水也是脏到爆。水整个变超脏，希望它这样子有变干净。其实我后来不用它，也是我有好几次我都没办法确定我到底是洗干净了没。你不要咬我的笔，走开！然后是这个，我觉得最后这一步直接在水龙头下面完成会最快，就是不用再用这个东西了。哦，整个就是哇，这真的是发现好东西耶！可恶，说好的被打脸呢？说好的网购都是骗局呢？难道这世界还是有值得我们相信的事情吗？在洗完这支的时候，我觉得水又脏了，我们又要换水了。第2次换水前，又洗出了不少的脏污，就是刚刚还附着在上面，但是因为被水跟着洗剂一起带走之后，可以再洗掉很多脏东西，比想象的还要花更多时间。最疗愈的就是前面泡沫的那一段，后面就开始有点腻了。哦，而且这其实看起来根本就干了耶 ，but 它还是湿湿的。而且我本来想说，它洗完之后，它的毛应该会超级炸开，结果还好哎，它的毛是可以透过你就是还在有一点微湿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调整回来，它就不会是一个超级炸开的状态，真是太厉害了。它根本就没有散开啊，它的毛真的太紧密了，完全坚若磐石哎。
这边快速的带过，因为小支我觉得就是 no 疗愈感。2000 years later， 终于我们所有的刷具呢都洗干净了，然后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晾干它，就是这边散开的，这是比较小支的跟很矮的这支放一起晾。这边呢就是它原本的底座，然后因为最大个的这个根本没有用，所以我就上面插了3根。其实它真的洗得很干净，尤其是大刷子，所有缝隙里面都是超级干净的，只要刷子是松散的都可以洗得很干净。但是像这种刷子很紧密的，我不清楚它洗干净了没。怎么说，就还是觉得怕怕。这支可能要寿终正寝了。这支我其实用了5年有了吧。那总之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也有我不懂的地方。它在洗这种超特大的刷子的时候，真的是好用跟疗愈到不行，就是它很好玩，而且它同时又可以洗干净你的刷子，我就觉得它好好用。但是越洗越小支的时候，我就是脑子越来越不懂我在干嘛，因为我觉得小支的其实它也没有洗到很里面，而且小支的其实你平常用水龙头搭这个洗剂就可以洗得很干净，而且也很快干。它根本不需要用到什么快速甩干的功能，所以小刷子我觉得根本不太需要用到这一台。但是大刷子用它真的好好玩，而且它甩完之后，大刷子基本上是处于半干的状态，所以你晒一下就好了。平常你大刷子都要晒个1天它才会干，但是我估计这个等一下过个2-3个小时它就会完全干掉了。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很空虚的感觉，因为它又不失败又不太成功，一股子空虚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看它这样插着这样晾干还蛮疗愈的。今天开箱的就开到这边，这几天都在家里真的蛮无聊的，就这样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个喜欢，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你写公三小。